好，那我们要集中精神是 Gray 这张，好，我看我下午改了快2小时，好，其实应该也改的不多的。来 Gray 你看，好，3、2、1，这我改完的，好，那这个呢，我们在看改过的效果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感受是怎么样。这个放大看会看到很多啊，整体看没有看，可能效果落差不是很大，但放大看的话，待会就可以让你看，我改了蛮多东西的啊。那我先说一下，因为你的整体架构是好看的、漂亮的，没有那种就是 bug 啦、大问题几乎都没有，所以我要帮你做的事情是优化哈。来 ，Gray 你看一下，我现在帮你优化的是有关构图部分。第一个你看，就是你衣服，你只要画这种大片的服装，它对外整个形状，你就要注意好这个形状好不好看。那这个呢，就是跟它包含了有关构图的效果，以及视觉动线、形状美感等等，它是揉在一起的东西哈。所以在画到这种大衣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形状再优化好。然后我也可以再从这当中看到一些画技问题，就是你有些时候呢可以画出这种正反翻转的感觉，有时候画得出来。有些时候呢，你在这边会一下子卡住宕机，这时候你可能会不晓得该要画里面，还是要翻过来看到外面。你可能像这样里外都画一下，好，那我的话是帮你选择这个是有里有外的，好，这个画上去也有一个难度探讨的档次，好，就是对你来讲有可能你要这么大一个反折，好，你的感受才会清晰。可是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好，先把大形状抓出来，然后呢想一下非常短的反折也可以，那这个反折就可以让整个衣服的空间逻辑呢补齐，就会比较完整。然后你再看一下我其他地方改的，这边我都是在帮你优化这种形状，像你在圈起来这一块，这个100的形状已经开始不对了，已经开始不好看了。所以这边要怎么做？你要大胆的让它有前后，像你这一块大概就画到宕机了，可以处理的方式就后面一块前面一块这样，但问题往旁边又不好接，对不对？所以我的处理方式这样，干脆就画大一点，往下再接。这要试过好几次，就是你要反复来回用线条不停的去试出一个比较好的轮廓。这类的技法有没有诀窍？有一些诀窍，但是呢，我认为要能够学习，就是要能够理那些诀窍，也是要看每张图状况不一样。好，那我们先就你张图先看，好像这一块变成尖的，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这两个应该是相对的，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在这边，你想说要把它翻过去，翻到这边又翻不出来，好，底下那一块没翻出来，那就太可惜了。那我们不如就把它画完整一点，好，那这样的话呢，服装只要完善，它就可以诱发人家对这种东西的认同感，好，然后我改比较大的呢，是你这个袖子，好，袖子的这2块袖子的飘动，我知道你想要让它飘起来，好，那你的飘动呢，我觉得这种你往侧面这样飘就太死了，你可以先下再上。先下来再上去，打叉这一块也一样啊，先往下再扬上来，用这种方式去让它飘动起来。那这些飘动都可以让它整个轮廓变得更加丰富，可是也要去控制太过杂乱的轮廓呢，其实对画面反而是扣分。但是你目前这张来讲都没问题，就增加出这样的那个立体效果就好。然后那个这只猫头鹰呢，我认为的位置是可以把它往上挪一下，稍微挪开一点的话呢，看起来呢角色呢能够更跳。比较不会好像被东西黏住，然后感觉上它的那个焦点效果扣了分之类的，我觉得拿开一点会更好。如果要更好的话，以我的感觉，我认为猫头鹰跟人离得更远一点，像离到这么远，那你再看一下你签名要怎么布，让这个内容布成一个好的联动，它可能可以效果更好。好，那现在呢，我先一步一步让你看一下我这样改的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呢，我都完全只改形状，改那个这些布料的飘动方向，然后你在这边的选项，这边这个选项，你画这一块画的有点多了，我认为到这里就可以，蓝线这边我觉得就可以了。好，这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这边我是处理你的光影效果，我这边有调一下对比，我把你暗的颜色稍微调浅一点，因为原本有点过深，太重了一点。那你这边采用了一个技法，这个技法呢，假设你用你的原图来讲，
这边里侧这边是亮的，好，然后在那个帽子底下这边是亮的，对不对？好，然后这边也是亮的，打叉这种地方，这个基本上它都不够暗，像这种地方应该要暗一点，对不对？好，那能不能就是说我们把应该被遮蔽的地方，然后我们把它画亮，形成一种比较魔幻的感觉，就比较抽象一点感觉，比较清透一点。但是你要这么做之前，我的建议是你先把正规的光影都好画好。好，像我这边的处理法，我把应该暗的地方先硬压下去，有看到吗？看这个步骤的变化，包含你这个帽子里面，我都先把它压一个色彩增值，让它的那个明暗深浅先就是到一个逻辑，到一个它帽子盖起来该有的逻辑。那里面要发光，如果你要走的那种内发光这些特殊的路线的话，那我们先确定光影效果先正确，我们再走这个路线。最好不要预先画，就预先说我这个地方我们以后要用浅色什么的，这个不要预先想，先正规的亮暗画好，这样整个图的逻辑效果是最理想的。然后到后面我们再玩一些比较花俏的技法，然后所以很多地方我就帮你画暗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帮你把投影再表现出来，你这边要选用的方式是在角色的右上角这边有个光线照过来，对不对？然后你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抬起的手臂呢往下投影，那要投射的位置呢你要自己去塑造，有时候呢我们会透过衣服的形状去做一种倒影的判断，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判断的那么厉害，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大脑毕竟不是真的 3D 显卡，你不能说真的去算说这个形状投在这边会怎么样，大概推测一下，那有些时候呢要故意去制造那种光影交界，所以这个步骤我是先像这样，我是有点故意制造的，这一块是故意制造出来的。那当然是想象是来自这个袖子，这个袖子这个尖端，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在这边投射，因为总要有一些特征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投影下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在腿这边的话呢，你的这边的阴影的切法，你切在这个地方是不够聪明的，因为这边本来它就是一个骨盆跟大腿的连接关节处，关节处不要切明暗交界线，要切就切在这种地方，因为关节本来它就象征着转动。那转动它本来就是有个角度变化，本来就可能有一亮一暗那种状态。那你要是把光影投射，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那就在浪费战力，所以要的话就放这种地方，放这种就是应该要平静无波的地方，你放上那种投影，这个效果才是会最明确的。然后我再加这个效果，后面我这个处理方式就是帮你加细节，你是有办法再把细节再提上去的人。那你现在看这个帽子，这是你这边的设计，你这边加了一个皱褶，对不对？然后有一张俊脸，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帮你切光影，看一下，好，我切的做法是把这个兜帽直接切在脸颊上，切在这个位置，好，然后注意打叉头发这一块也有刻意的切这一块阴影，切出来之后呢，我后面再做细节化，好，做特效什么的再去加强它，好，那这边呢，其实画面放大来看，你就会看到我在这边帮你加很多细节。因为到你这个阶段应该就是要在细节上再提上去，好，那像整个帽子，我就觉得这一条可能没有很理想，我会保留它完整的形状，用小皱褶去丰富它，像这样子做。好，然后再看你的袖子这边的话呢，我也是追加了一些细节，就是可能都在下午都在画你这张你看这个都在帮你调细节。好，那你有说就是说除了骨架以外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如果就这张图的状况来讲，你要加强的，以这张图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更注意的就是有关轮廓的效果，这个不是准不准的问题因为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准度之类的啦那这个应该是讲就是说效果够不够好。那我觉得你原本的图呢，效果是有要往某个方向前进，但是不够完善，所以呢，我觉得后面我帮你调过的形状会比较理想，好，然后在光影上呢，可以再更准一点，但是这个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就是我后面帮你加这个光影切分什么的，它不是你现在最急的，好，那你的美感不错，然后整个图的那个控制的效果也不错，好，我就会推荐就是你要增强一下那个造型的丰富跟华丽度。对你来讲，应该接下来就是要走更专业的路线。那我的看法是，商业要用的那些角色造型，你要画的，你要愿意画，因为你画这个造型是很有意思，就是它很像哈利波特那种背景。
长袍啦，然后魔杖嘛，是不是？好，然后看这个腰带就知道你想加一些丰富造型的设计。好，那你就要抽时间单独，我觉得只要用线稿练就可以练造型。那你的细节美感是不错的，当然我有帮你修了，你再看一下你一定可以再提升上去的。好，所以你要丰富造型，然后呢，再来就是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画插画里面的场景，不是单独场景，而是为了角色而生的角色后面的背景，你要有这个能力，这样在工作专业的这个规格下，实力就有了。所以往这个方向想一下吧。造型，然后呢，能不能画出能搭人物的背景 ？OK， 好，然后这边的后面这个效果呢，就是说，因为你想要来一些类似纸面散射，有没有？这个呢，用时光就可以。这个图层我有留给你，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用时光图层硬压，光线透过这种半透明材质，那会直接就是让它变成发光体，有可能是帽子。那像你看这个脸颊这边我就让它有点内发光，这样子就够了。你原本的处理方式，像你原本这样，整个里面都完全发光，整个斗篷里面都完全是魔法。这个你要说成是一种故事、剧情、角色的设定，或者说这个斗篷本来就这样讲，当然不是不可以，可是我觉得太勉强了一点。最好我们还是让自己的光影逻辑呢先建立的比较扎实。好，然后好了之后呢，我们在上面呢，我们再像这样用时光图层。因为为什么要用时光呢？因为原本的颜色可能处理比较暗的，那你要让颜色往某个方向强行的转弯，用时光是最好的。时光可以硬改哈。然后明暗交界线呢，用那个覆盖可以刷一下。好，那有看到这个你的腰带上这一块吗？这一块这是故意把明暗交界线硬切上去的。明暗交界线这种投影就是要切在东西上面，你切在一些关节上就看不到了。你就是要切在原本就是应该是完整的地方，你把它故意给它切一刀，这才可以让所谓的光影这件事情被感知的更明确。好，来，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整个修改，当然在看大图啊，觉得好像改的就是形状嘛，其实你可以放大看，包含这个鞋子的角度都可以再优化一点，美感不错哦。好，再记得找我领 PSD。